如果你把新柔地铁只看成周末去新山更方便，那你会低估它真正的分量。它要解决的不只是通勤，而是新加坡最根本的一道约束——空间。多年来，长堤每天承受巨量跨境人流，时间被堵在关卡，成本被耗在路上。RTS Link 一旦通车，配合一地两检，跨境这件事会从高摩擦变成接近城市内部通勤，6分钟过海，单向每小时1万人。这不是普通交通升级，这是把柔佛更深地接入新加坡经济系统。换句话说，新加坡没有变大，但它能调用的生活与产业空间正在变大。接下来我们不谈表面的热闹，直接拆3件事：它怎么缓解新加坡的空间瓶颈，怎么改变住哪里更划算的逻辑，以及这条线背后到底是红利还是新的风险入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背景。其实新柔地铁之所以被反复讨论，不是因为它新，而是因为新加坡确实碰到了空间和成本的硬边界。这个国家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住宅、工业、物流、商业全部都在同一块地上竞争，结果很直接，房价高，租金高，企业用地贵，普通家庭想往上升级也越来越吃力。海峡对岸的新山情况正好相反，土地更充裕，住宅面积更大，生活成本也低得多。问题一直不是有没有空间，而是这块空间能不能稳定，低摩擦地接近新加坡的日常生活。过去做不到，因为长堤太容易失灵，只要高峰期、节假日，系统波动，几个小时就没了。你很难把这种不确定性当成长期生活安排的一部分。RTS 要改的就是这个结构性问题。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后段建设和系统整合阶段，核心看点不只是桥和轨道，而是通关制度。新马双方推动的一地两检意义非常大，它把原本最耗时间、最容易卡住的跨境流程尽量压缩到出发端一次完成。这样一来，6分钟的过海时间才真正有意义，否则列车再快，关卡照样把效率吃掉。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信号是乌兰北。新加坡不是把这里当成普通边境站，而是在把它往北部枢纽来做。你看 URA 的规划就知道，交通、商业、住宅都在往这个节点集中。也就是说，新加坡并不是被动接受跨境流动，而是在主动为更紧密的新马连接预留接口。交通线往北延，经济重心也会跟着重新分布。再往后看，新柔地铁最后能不能改变行为，不取决于口号，取决于它能不能让普通人觉得划算。现在新加坡和新山之间最醒目的就是价格落差，无论是房价、租金还是日常消费，两边都不是一个量级。对很多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来说，收入以新币计算，支出如果有一部分能转移到马币环境，生活质量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跳升。这个逻辑并不复杂，你在新加坡拿工资，房租、餐饮、停车、服务消费几乎样样都贵，可一旦居住端挪到新山，预算能换到的空间、配套和舒适度会大很多。原本在新加坡只能租到普通单位的钱，在新山可能对应的是更大的公寓、更完整的社区设施，甚至还留得出消费和储蓄空间。所以市场上一直流行一句话，赚新币花马币。它能流行这么久，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确实有现实基础。问题在于，过去这笔账经常算到最后就卡住了，因为通勤太痛苦，你省下来的钱要拿时间、睡眠和稳定性去换。很多月低族凌晨就得出门，遇到关卡波动，一整天节奏都会被打乱。这也是为什么过去这种模式更像是被迫选择，而不是主动升级。RTS 把这个核心障碍压低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单向每小时1万人的运力，意味着它不是服务少数人的精品线路，而是有机会承接规模化通勤需求。
如果跨境时间真的被压到接近新加坡城内通勤水平，那住新山，在新加坡上班就会从边缘方案变成主流选项之一。你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它把原本属于国家边界的问题部分改造成了城市圈内部的距离问题。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立刻搬过去，真正先受益的往往是对居住空间更敏感的人群，比如年轻家庭、有车但不想承担新加坡高住房成本的人，或者一些在新加坡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未必想离开新加坡的就业市场，但很可能愿意把居住这一端外移。对新加坡来说，这件事也有更深一层含义，它并不是简单把人口送出去，而是在借用周边更低成本的空间，给自己的高收入经济结构减压。换句话说，新加坡没有办法无限增加土地，但可以通过更高效的跨境连接，部分扩张自己的生活腹地。这才是新柔地铁真正敏感的地方。现在我们就能明白，这不是生活成本，而是资产定价。因为一条高确定性的跨境轨道线，最终一定会改写周边房地产的估值逻辑。过去很多人看新山房产，第一反应是睡城，意思很简单，白天人不在，本地高端就业和商业承载力不足，很多项目更像是承接外来需求的居住容器。这种城市形象会直接压低估值，因为它意味着需求不稳定，配套不完整，议价能力有限。但 RTS 带来的变化是把关卡周边从边境地带往枢纽地带推，只要跨境通勤变得稳定，原本单纯提供床位的区域就有机会升级成真正的生活节点和商业节点。这里就要提 TOD 逻辑，也就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 TOD 的核心不是楼有多豪华，而是人能不能低成本、高频率地接入交通网络，离站点越近，步行越顺，换乘越少，资产的可出租性和自住价值就越强。特别是在跨境场景下，这种差异会被放大，因为你省下来的不只是几分钟，而是每天反复发生的摩擦。为什么市场会特别关注新山关卡附近那些能直接步行连接口岸的项目？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卖的不是海外置业故事，而是接近新加坡就业中心的替代居住方案。如果能通过有盖步道更顺畅地到达口岸，那它的属性就会从普通住宅变成典型的轨交房。因为轨交房的价值通常不是靠短期情绪拉起来，而是靠持续的人流、租赁需求和可预期的通勤效率拖住。市场常说亮灯率，其实说的就是一个很朴素的判断。再把视野放大一点，你会发现这不是新山独有的故事。跨境轨道一旦打通，节点价值重估几乎是普遍现象。新马现在对 RTS 和柔新经济特区都很积极，这当然是利多，但积极不等于未来所有细节都自动顺畅。马来西亚本身政治结构更复杂，政策调整的节奏和执行层面的落差，过去不是没有出现过。像 MM2H 这类政策，门槛和条件就经历过明显变化。对投资者来说，这提醒的是一件事：跨国配置买的是制度环境，不只是地段。今天顺利，不代表明天没有新条件。你觉得 RTS 通车后最先上涨的会是通勤效率，还是关卡周边房价？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如果你喜欢这种从地缘和经济结构出发的拆解，订阅频道，顺手点个赞。下一期我们继续看东南亚的未来。